上一次拍完之后，有很多同学们会问要从哪里开始啊？每个练习会有什么不一样？既然大家有这些问题，我觉得也有这个责任去再拍一次了。所以今天我会说一耍的几个核心练习，我学的经验是什么，对我的帮助是什么，和我当时学这几套练习的顺序是什么，和如果要我推荐的话，我会建议大家怎样的次序去学这些练习了。我第一个学的就是舒雅可瑞亚了，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再说一遍了。那我第二个学的是安伽玛达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误会的故事。回想到2018年的时候，我不是去印度吗？上课的时候看到有人在练一套动作，我看到他在这样开来开去，开来开去。因为我练武啊，当时的我是很沉迷武术的，虽然当时是练是为了要教同学们如何呼吸，但我越练越有兴趣，我就发现自己对一些人类可以做到，但大部分人都做不到，但偏偏有一些是可以做到的东西，我很感兴趣。所以每当我看到一些能人所不能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很有兴趣去研究怎样可以做出来。所以唱歌是一个，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唱到平常人唱不了的高音啊？我很有兴趣。你怎么舍得难过？练武之后，我又发现另外一个很有兴趣的东西，为什么碰你一下你就可以飞开啊？或是人家怎么推你都可以不动啊？哇！好像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使用身体的秘法一样，我就很有兴趣，在研究中国传统武术到底怎样使用这个身体。原来跟我们身体的关节也很有关系。一般人打架用力就是这样用力打出去，那你就是手臂的力气了。如果你是西人的话，你的力气就很大，因为肌肉很大。你好一点的话，你用你的肩膀，或是用你身体的肌肉。但在中国传统武术里面有说到如何使用关节，那这个会让你的力气增大很多倍。当时我是在自己练一些关节上的东西，在印度看到大家玩关节嘛，我看到那个动作跟那些关节的动作很有联系，所以我就很想学。我想学是因为想增加我的武艺。让我变成那个武艺更上一层楼，所以我就去报名了安伽玛达那。但我去到才知道，为什么我上了这么久都没有这个动作。我问那个老师，老师我要报的是这个啊，你什么时候再教？他说这个不，那个是乌帕瑜伽。我们这个是安伽玛达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搞错，我一直以为的这个就是安伽玛达那。所以我是去到是没有要想学那个东西的情况下，我报名了安伽玛达那。你没有想学其他的还好，你是没有想学安伽玛达那，你去学了安伽玛达那，你知道那些动作。那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是迫于无奈的不断的做很多的那些。我平常没有睡午觉的习惯的，但我练完安伽玛达那之后，我当时记得是去深圳去学，租了个酒店，我一定要到酒店睡一个午觉才行，好累啊！我一下课啊，我马上变成大兔婆啊，就是哎呀这样去走啊。因为它是用一个我们通常很少用的方式来使用我们的身体，很累。因为老师是迫于无奈去练的嘛，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让老师可以每天持续，是体验到什么？因为我当时是一个狠人来的，我无论学了什么，我都会，因为我自己也是教唱歌，你知道，你给了学生一个药，你练什么，你练多久，可以达到什么效果，但如果你没有根据这个药方去练到的话，
那你一定体验不到最后的成果。所以我既然自己是老师，那我当然我学一个东西，我就很想真的把那个东西印在我的系统里面去体验到是什么。所以当时没有人强迫我，我也学了安甘玛丹娜之后，连续了48天。所以当时老师学安甘玛丹娜，是不是也有想过如何把这个系统放到教唱歌？这是一个我都忘记了的问题，真的我试过，因为我练完安甘玛丹娜之后，第一个明显的感觉是，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从早上9点钟开始教学，在奥汀的工作室教到晚上7点钟，出去吃饭，我还记得当时是吃鸡包，北京路的那个鸡包。我们上去有很多座位，服务员就会问想坐哪里嘛。那通常以前的我可能就是坐这里，坐这里，坐这里了。你也知道自己是坐哪里，你也会决定坐哪里，你也会跟服务员说坐哪里。但是当时的我是，你问我坐哪里？哎，请问你要坐哪里？坐这里。哎，给我一点水。哎，我要什么鸡包？来来，坐下坐下。来来，大家怎么了？哎，怎么那个菜这么久啊？快点快点！我第一个发现在我自己身上的改变，就是我整个活力变成另外一个层次，意想不到的收获。在台湾，你不是经常说，如果你要说一些真实的东西的话，你会要转来转去吗？对，比较不敢吗？我们示范一下，今晚我们要不要吃饭啊？今晚我可能有点。我们示范这个，我也是比较有礼貌的人，你也比较有礼貌的人。那今晚如果你有空呢，我们要不去吃个饭？今晚啊，但我的心里假装我是不想去的哈。我怎么推脱？我就会说今晚 OK， 我看一下我的时间表 ，O 不 OK？ 好啊，那我等你回复了。如果你 OK 了，就你打电话给我了。如果你不行了，那也没关系。OK 啊，好啊，那我等一下去看一下时间表，马上回复你。我可能就挂到电话看，我就会怎么样推呢？发个语音过去说，你没带麦啊？就会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今天晚上有一个行程要去不了，我们改天好不好？哦，改天啊，可以啊。那你想改哪一天啊？改，我们改下周2啊，然后就这样定，就这样就很婉转，永远不会直接说不，我现在很累，我不想去。那如果现在转一转 OK， 我练了安甘玛丹娜，我继续问你，今晚去吃饭？我看一下我的行程表。现在看，我等你。我今天晚上，你要吃几点啊？几点？5点。5点，有5点我可能还在工作。6点。六点啊？6点有点太赶了。7点，要不7点？7点，7点。那可是我什么？我不是 OK， 我们改天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我变得安嘎的状态。不，你然后如果你变安嘎 ，OK。维亚斌今晚要出来吃饭吗？不，我不这种事，拜拜。所以就让我做事情好像直接了很多多多少少生活在这个社会都会有一些应该要怎么跟人家说话啊，要怎样有一点礼貌啊，要很顾别人的感受啊，这些是对的，在某些情况下。但我看到了，如果你要做一番事业出来的人呢，你是不可以太顾别人的感受，特别如果你是领导的话，否则很多沟通就会变成刚才那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到最后，说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听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听到什么。所以当时我越练安嘎，我就感觉到越想练，因为除了让我叫菜更直接之外，我们做事情也更直接，开会也更直接。我想起萨古鲁一句话，他说安甘玛丹娜就是重组我们的能量身。用萨古鲁那个例子，就是一个灯泡是我们的物质身，里面的光是我们的心智，就是我们的想法。但这两个东西要有一个东西它才可以运作，是什么呢？电要有电。而我们的能量身就是我们的电，而安甘玛丹娜就是重组我们的能量身。结果我就真的感觉到被电到一样，每一刻都要这样，你可以想象，本来已经练这么多瑜伽，已经很能量很足了。再练完这个，你知道当时我老婆跟我说什么吗？你不要再这样了，我们好像感觉自己变成废人了。
我做了好久了，我还是继续。你看我们一只蚂蚁啊，它的生命力，它可以，你轻轻这样碰一下它，它马上对，多大的生命力在背后？我们人不是万物之灵吗？我们也有这个生命力。安干玛达呢很重要。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你有很多事情想要完成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否则你很想做到一些东西，但是身体拉住你啊，你没办法有这么多活力去做，那你就只能够降低自己的目标，或是你强迫自己做了，但两个都不对。所以安干玛达是一个很好的打造自己的机器，让自己变成每一个都有活力啊。这里差一个，是萨古鲁连续做了10多年，每天不停的练习。 From the age of 12, I started a process, a powerful system of yoga called Angamardana. Angamardana literally means to have complete mastery over your limbs. This is a powerful way of strengthening your sinuses. This has kept me intact through the various rigors of life, variety of injuries, all kinds of mad things I have done with my body. 这个是萨古鲁第一个学的瑜伽，所以连萨古鲁都要做12年的安干，我忘记是不是12年还是10多年。萨古鲁都要每天做的话，那我们更要每天做了。为什么我们说他的行程可以这么满呢？可以不断飞来飞去，都有能力处理这么多事情，要有一个适合的身体。那现在我会继续做安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段是说给父母听的。我不想变成一个没有精力、没有活力跟福仔玩的父母，因为安嘎给我的那个活力，让我可以，你知道小孩子多么疯啊！那通常家长如果平常顾着要上班，回到家已经很累了，小孩子要玩，很多时候就陪他带去公园，就看着他，而不是跟他一起玩。但我想，我有一段时光是自己是有能力跟上福仔，甚至他累了，我还可以继续玩的这个父母。因为我想做一个榜样，是从小孩子的角度看大人，大人是有活力的，而不是一天工作回到家之后很累，瘫在沙发只能够看电视的成人。我想我是比他更有活力的成人，陪他去成长。所以安干玛达奶呢，让我可以福仔1岁的时候，我可以单手抱着他；2岁的时候，还是可以单手抱着他去逛街。3岁还是可以单手抱着他去逛街，到4岁了，现在我还是可以一看到他单手抱着他去走路。同时，我记得有一次我带福仔去探我的妈妈，因为我们不是一起住。回去之后，当天有一个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我们住26楼，当天本来不打算要出去，因为整栋大厦的电要维修，电梯没了，所以如果出去要走楼梯。当时福仔3岁，他说我要去公园玩，那通常就不要了，看电视咯，过多2个小时再去咯，2个小时之后就会有电梯。那当时我就问自己，现在福仔想去，我是怎样的父母？我是一个有能力带他去玩的父母，还是因为我身体不行，所以要把他现在想要的快乐拖延2个小时的父母呢？结果就二话不说就拖着他走楼梯下去了，去公园玩。这个还好啊。拖着他是香港的带着他吗？对啊，就手拖手嘛。因为在台湾的拖着是直接拉着他，就带着他手拉手这样走26下去公园玩呢，这个还好。通常是福仔玩很久的，玩很久之后
他回家有电了吗？那就可以上去。结果可能因为当时是中午啊，太晒了，他玩一阵子又觉得累，他说想回家，那怎么办？抱上去，那就要，我当然不会这么笨。我跟他说好，我拖着你来，我跟你慢慢走。他就慢慢，因为我也想鼓励他，不要遇到任何的困难就这么容易爸爸抱抱着，我就会根据他的速度去陪他走。但是始终是小孩子，走了一点之后，好像3、4楼还是怎样，他就不行了，就真的要抱了。那我就真的要抱着他走上26楼了。当时我就感觉消防员的伟大，因为有练安伽马丹很大的活力，好像一口气就跑上了26楼，抱着福仔，还觉得自己好帅，拍下来要记錄這一刻。到時我要把這個影片放上來。潘主播，我哋要上去啦。抱啦，3樓就要抱啦。哎呀，好嚟啦，嚟啦 ，OK。哎呀，走到啦，福仔，你睇度，走到啦。OK 嘛，OK 嘛。我哋成功到咗，食蛋啦，食蛋。第二个就是去年去尼泊尔圣诞节，那里很大的庆祝，有很多人呢。我们很想快点找到我们定了位置的一个餐厅，因为饿了，单手抱着福仔在人群中穿插。我有没有跟你玩过那个游戏？有，我有，我很喜欢玩一个游戏，好像是赛车一样。啊，这个我之后要说，待会提醒我。OK，我说瑜伽体式的时候要说赛车。OK。总之，在尼泊尔单手抱着福仔，在人群里面很快，好像赛车一样穿来插去。也当时我老婆也帮我拍下了这个過程，那放上来。追唔到你啊！陣間。所以呢，我自己做父母，我很想自己是一个可以有活力陪着他们成长，他们想我陪他玩的时候，我有精力去陪他玩的一个父母。爸，同我玩，唔係仲有兩個字。同我玩。爸爸，爸爸，同我玩。不可以是因为说我很忙啊，今天很累啊，就忽略了孩子，这个我是接受不了。所以呢，这是关于做父母的。你刚才说有没有尝试过打算把安嘎放到我们教唱歌的教学？我一练完，一感觉到那个感觉之后，我马上跟那些要表演的学生说，你一定要学安嘎马丹啊。不过当时就要外包了，他们自己去学，因为活力啊，让你上到舞台之后简直是发光。歌手上舞台是要带领所有的整个演唱会的情绪。你自己没活力了，很难做到带动情绪了。你如果是歌手的话，我强烈推荐你要练，你会完全变成一个发光的物体，在台上可以这样。如果你是练武术的，你真的要上擂台的话，你绝对要练。很多拳击手
身体受过太多的攻击了，到老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系统。上擂台或是真的去练打之前，先稳定我们的能量身呢。这里我想起 Rocky 那个电影，被打倒了再起来，被打倒了再起来，被打倒了再起来。但很多时候你想起来，但身体真的不行。但如果你练了安甘玛达纳之后，你被打倒了，起来了，你打倒了再起来，好像不死的僵尸一样，会有那个活力，永远不会累的感觉。冇人夠我打嘅，除非你真的把我的身体消灭掉，否則我跌倒了，我还是会起来的这个能力。我说一下我的体验，我以前跑步是很慢的，永远都达不到最快的速度。好晒了。有一次做安嘎呢，就很久没跑了。那个时候我们上了一个线下广州培训课，要追学生。我突然跑起来，我感觉那个身体不是我的，因为好像所有关节好像抹了油一样，没有任何的摩擦，就很顺。在跑的时候就想，我的身体怎么可以这么快？开心，而且我发觉我变灵活了。我以前没跑那么快的，我感觉我今天跑得快飞起来一样。怎么？老师才是这个心情，这是老师他讲他自己。我可以变一下。如果你是练武的，要上擂台的，打拳的 MMA 的呢，一定要练这个。如果你是消防员，需要透过自己的身体去担任这么重要的任务的话呢，消防员一定要练。还有一个职业，军人，因为萨古鲁也是带。对，如果你是军人的话呢，我也建议你要练。但建议哪个国家的军人练呢？这个不是建议军人练，是建议的军人练。When we say you're in yoga, it is not twisting the body, doing this and that. Yoga means union. In some sense of union, if you are with everything else, no matter who you are, what is the nature of your activity, what you believe, what you don't believe, it will bring light to your life. There is a system of yoga called Angamardana. I think if we bring this in its right perspective to people like you who are every day put through rigors of extreme weather and extreme levels of activity, it will be of immense help. First tool that we have in our hands is our own body, our own mind, our own energy. In terms of developing one's body, one's mind, and above all, keeping one's energy and spirit at the highest possible level, there is an entire system of yoga which can do that. And I feel every soldier who serves this country must benefit from that. 我想问一个，就是平常很多人已经在跑健身房了，很多人都已经在跑健身房了。那些锻炼跟安嘎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10多年前也去过健身房，我练完瑜伽之后也尝试过去健身房，因为我楼下你知道就有一个健身房，我报名了几个月，尝试去练一下，比较一下，我就发现健身房呢可以给你有氧的运动、肺活量和你的身体的肌肉啊、线条等等，但是安甘玛达纳给我的是一种活力，是健身房没办法给到我的。同时，萨古鲁有提到过，到底你想你的身体是用来干嘛？身体是一个工具，你是想它变成可以跑得很快，或是可以跑得很远，或是你可以负重，或是你去打 MMA， 或是你是一个瑜伽士，用这个身体来冥想，可以坐在这里好久不动，用身体提升你的感知能力，感知到其他人都感知不到的东西。你到底是想身体干嘛？那因为我是走向瑜伽这一方面，冥想啊、平静啊、感知的能力了，是我的首要，而不是好像年轻的时候身体看起来怎么样，那个不重要。现在对我来说，不是萨古鲁经常开的一个玩笑，不是变成一只青蛙一样才算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现在对我来说，你坐在这里，你很有活力，很平静。头脑很清晰，感知能力很强，身体不是一个阻碍。安甘玛达纳可以给到我这个。另外，萨古鲁有说过，如果我们的肌肉量太多，就不可避免的需要睡觉的时间就会变长。所以我是想自己可以吃得少、睡得少、精力充沛，
那我当然不可以练很多健身。说的那一句话就是把你的身体练到达到一个巅峰的状态。但是大家很多时候在这里会误会，身体就是这个。解释过很多次，身体的意思是包含你的肉身和你的思想，就是那个什么身呢？那个心智身和你的能量身，这3个身，把它达到一个巅峰的状态。所以跟健身光是肌肉有氧运动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还有一个文章里面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很多人都想有很大的体验，修行的人，但是他们都懒于在自己的身体上面下功夫。就是如果你要大的体验，你必须要有一个可以放下这个体验，维持这个体验的身体和能量身才行。但是很多人都懒做一步，结果很多体验来了又走，来了又走。我不想变成这么兜圈，所以我一定会在我身体上面下功夫。所以安伽玛达那必要，连萨古鲁都练了12年，那我们一定要练。不过这个呢会很容易受伤，这个练习我们后面再说，后面再补充这一点。所以这个是关于安伽玛达那，有没有东西要问？就老师是在安嘎体验到很多之后，又接下去进行安伽玛达那的进阶吗？安伽玛达那进阶是我在教培的时候做的。那老师学完安嘎之后，下一个练什么？学完安嘎之后，下一个练的是瑜伽体式。这个说起来真的就是有点惭愧，又是我没有真的想去学的，又是好像被推着学。因为当时2019年年尾了，我要参加2020年的三亚马，那他的规矩就是一定要学过 Yogasana， 所以就临时报名了香港的瑜伽体式。当时有一个老师去了香港住。我去他的家学的，跟我老婆说这个体验之前，可以先说这个当时我的状态，工作狂，对自己要求有点变态的感觉了，好像，所以当时是7点钟的课，7点钟的瑜伽课，那通常大家上课前会干嘛？上课前，如果我现在开一个7点钟的瑜伽体式课。你们就我会调6点50分，提前5到10分钟到。对。那你们到之前做什么？坐车来。对。坐车来之前干嘛？在家洗个澡。对。洗个澡之前干嘛？睡觉。睡觉。我干嘛？我一早起来做舒压可以啊，做安伽玛达那，然后再做 Shakti 出来可以啊。我才参加那个瑜伽体式。我是这样的狠人，所以那个老师看到我他可能怕我累死。当时我是严格遵守萨古鲁的要求，说身体的感受放一边，把那个重要事情放在首位。所以当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一个狠人。那你问我练完瑜伽体式是什么感觉？我变成一个软人。太舒服了吗？太舒服了。我一练完了2天的课程，只是练完了第1天，因为中间课程隔好久嘛，我就去买东西。我一走在路上，我发现，怎么我走得这么慢呢？这是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东西，因为香港长大，大家如果去看一下香港上下班地铁的情况，大家好像在跑马一样。对，在赛马一样，好像不是在走路。特别你去一下上下班时间金钟地铁站，那个門一開，好像好啦，好像賽馬一樣。好啦，一開閘嘅時候，5號碼就應聲彈出啦，然後跟住接住落嚟嘅就是說那個門一打開啦，什麼馬就跑出來的感覺。好啦，全部馬匹準備妥當，今日最後一場賽事嚟啦，準備一開閘嘅時候，只見離勝嘅首先跳出嘅。我跟我爸爸都是這樣的，我媽媽就走得慢一點。所以以前當我們3個人逛街的時候啊，每到2、3分鐘，我媽就在後面喊我們了，半天了，等我。我們2個就在前面走，我媽就在後面。所以這個就是剛才我說在尼泊爾去吃飯呢，晚上抱着福仔，這樣很快的去走，這個是可以有活力的，快的。安嘎可以給我快，但這個世界是一個平衡，有白天有黑夜，有藍就有綠。
有成功就会有失败，所以它是一体的。你可以快，但你可不可以慢下来？哦，所以我练完瑜伽体式之后，我一下去走路，我发现，咦，怎么我身体自然而然走得这么慢？你不是强迫它慢哦，它是自己好像有些平常好紧张的东西消除掉了。好像以前好像身体要赶着去做一些东西，它身体自己有自己的惯性，那个没了，它好像终于可以慢下来，放松了，放松的走路。我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对自己多么的狠，多么的不好，多么的强迫自己去做这么多的东西啊！原来他是一直很累的。那哇，这样听起来的话，好像老师是不是得到一个平衡？安嘎给老师活力，而瑜伽体式又给老师一个慢。他让我身体，他不是意志上啊，或是改变一个想法可以做到的事情。你想5点半起来，你看了很多书啊，你有意志力啊，没用啊，身体有它自己的惯性。你想慢下来，你看了什么要禅，好像要走路要慢啊，要活在当下的理论，你都明白啊。但你试一下子坐在这里不动，你会你只是坐下来去面对一下自己，闭起眼睛去感受一下身体，你会自然感觉到它有没有躁动。躁动这2个字，我相信你是专家。没错。就是你坐在这里，你感觉一下你的身体，它是不是内在没有任何的摩擦，可以让你在这里舒舒服服的在坐着。因为你要站起来做事情，它是不是又有足够的活力让你站起来去做？就让我消除了很多身体我自己的不知道哪里来的业力，消除掉，好像归零重设一样。可以当我需要坐下来，或是不需要那么的往前冲的时候，我真的可以坐下来了。以前我是不行的，我是就算回到家，我满脑袋都还是很快的去处理很多事情。所以这是瑜伽体式，它像是一个动态的冥想，透过一些动作，我们进入一些很深层的冥想状态。所以我很幸运，我很荣幸一点，就是我没有参加过其他的瑜伽班，因为我听到很多同学跟我们上课之后的反馈，就是学了很多年了，那些同学，他说，甚至有些自己也是教瑜伽的，他说从来没感觉过，原来做体式是可以这么放松，好像去到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因为以前他们都是专注在身体上的动作做的标不标准，应该用哪些肌肉去发力等等，这不是我体验到的瑜伽体式啊。所以我这里想起萨古鲁瑜在这本书里面，大家自己买来看，有提到说很多走在这个，我不想用灵性这个字，太泛滥了，就走在这个修炼自己的这条路上面，很多人都觉得很痛苦，因为萨古鲁说，不是我说，因为他们没有瑜伽体式，导致身体永远不听话。你想去那个方向，好像那些业力啊，就会把你拉到别的方向。你要用意志力把自己掰回这个方向，身体又有自己的惯性，又把你掰到这个方向，没完没了。他说过程所以很痛苦，但也可以很快乐、很喜悦的去走。看你真的走之前准备好自己没有？瑜伽体式，它是不是因为伊莎瑜伽有分入门、中阶、高？这个最后做，还有什么啊？还有一个我记得，那这个很重要啊。以前都是听萨古鲁说一些概念，你记不记得你的婆婆的婆婆了？
他经常问大家说不记得虽然你不记得，但是他的鼻子就在你的鼻子上面。 The very way you sit and stand you may not understand this in the beginning of your life. When you're 18, 20, you thought you're definitely not going to be like your father or your mother, that's the last thing you want to be. You know, I'm talking about the free spirits. But by the time you're 45, you sit like them, you stand like them, you talk like them, you know. Unknowingly, even your body moves like them. 这个问题就是想大家意识到，我们身体带着的记忆啊，是比我们大脑的记忆大很多很多很多倍的。你大脑不记得的东西，你身体是记得。所以这些记忆来自哪里呢？来自我们的祖先。来自我们的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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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记忆在我们身体上这里。那我们这个时候还有自由去选择自己想走哪个方向吗？我用萨古的原话就是说，你们呢20多岁，你觉得自己是人生的一个创新的人，有自己的人生。当你再活到30多、40岁、50岁，你会发现自己很多行为啊、惯性啊、回应这个世界的方法，越来越像自己的父母。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段时间，随着那个察觉能力越敏感了。为什么我对待事情很有我爸爸妈妈的惯性？我爸爸是很豪爽的人啊，就算家里没钱的时候，朋友需要钱了，全部钱给了朋友了。很有义气的一个人，好像兄弟一样的那个感觉。我很有这些东西，我一有钱我就很想找很多人出来请他们吃饭。这是对的。我跟潘老师说我不挑食，就他点了一个这个给我。很好吃的，味道很好，对不对？很好吃，对不对？你有食啊？好唔好食啊？睁开手手。我就观察到我自己，每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呢，我有某些时刻，我里面会有一个冲动，我很想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来回应那个情况，而我看到那些模式很像我的爸妈。那我看到，如果我面对事情的时候，我想处理这个事情的方式跟他们是一样的话，那我就会变成他们。我想不想变成他们，还是想变成比他们更厉害？如果你这样看，你看到当外在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回应这个事情好像是一个已经固定好的模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原来是没自由了。冇自由，失自由，傷心痛心我眼淚流，然後你就很想打破它。瑜伽體式練完之後，好像身體很多本來已經被設定好的模式，它消除掉。這個時候事情發生，你就可以根據你自己的洞察力去決定怎樣回應這些事情。不會一時衝動做很多事情，而這些不是光來自父母啊，因為父母還有父母，父母還有父母，還有父母，這樣就沒完沒了。說個題外話，我們教唱歌，有個同學，他去參加什麼前世的回溯，有沒有聽過？就看你前輩子是什麼啊，你在前輩子是什麼？他說有很好的體驗，他問我有什麼建議，我說那個是沒完沒了的過程。你有多少個前世？如果我們暫時不說有沒有前世之前，就算有，我不認為我們這麼容易可以找到一個真的精通什麼前世後世的老師。這些花俏的東西，不知道為什麼近這10多20年呢，好像變成很流行的東西一樣，大家談很多虛無縹緲的東西，療癒啊，你的前世啊，你的什麼高我啊。你的就很多花俏的東西，我通常都不想談那些東西，因為很容易會讓你進入一個幻想。This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f you want to grow, if you want to know, it's extremely important you come to the simple understanding. What I know by experience, I know. What I do not know, I do not know.
I do not know is a tremendous possibility. If you destroy I do not know, you destroy all possibilities of knowing. I know any number of teachers around you are going about feeding you philosophies and explanations for everything that is not in your experience. This is just a fairy tale, isn't it? Anything that is not a living experience for you is just a fairy tale, isn't it so? If you believe it, makes no difference. If you do not believe it, still makes no difference. 所以就是这样呢，让我们可以真的有一个自己主控我们的生活的一个能力，而不是被过去的业力拉着走。否则很痛苦的。你想改变，身体没准备好，你用意志力硬掰，过1-2个礼拜，身体又去睡觉了，硬掰，来来回回，这叫轮回了。所以这个就是瑜伽体式，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下一个。OK， 没问题。那下一个练什么呢？瑜伽体式之后，我练的是Upa Yoga， 那些次序完全调错了。这个很好笑的，潘老师跟我说过，因为Upa Yoga是线上免费的，觉得免费的课算什么，就没有练。就他好像是去教培嘛，之后才发现原来Upa Yoga这么厉害啊！因为也是从小到大被教育的咯，平嘢就冇好嘢，就是便宜的就没好的，何况免费的。对。而且我还练了Surya Kriya瑜伽体式啊，我又去过印度了，参加了 Shaktichara Kriya 了，我都懂这些高级的东西了。Upa Yoga 给初学者的，我完全看不起啊，所以我是一点都没想过要去练了。就是为什么每个练习都是这样，没想到要去练，结果又练了。所以是教培的时候，教我们的就是 Upa Yoga 了，第一个。那练完之后，我自己又是，哎呀，太过高估自己的智力了，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以为自己的判断事情很精准了，太高估自己的同时，太看清萨古鲁。我当时没想到一点是，如果这些练习，萨古鲁会不会花心力去推广任何他觉得没价值的练习？我没想到这一点。既然我从萨古鲁的练习上面得到这么多好处的话，萨古鲁是不会放一个没用的练习在网上。我用了我以前这个社会的概念去判断它平嘢冇好嘢，所以练完Upa Yoga就证明我是完全错了。他一练完就完全感觉到我身体里面有些东西打开了。那打开了，好像我练瑜伽体式啊，你练完它走得很慢，你才意识到自己平常走得多快了。我练完安伽玛达那这么有活力，你才会发现自己平常是不够活力的了。那你练完Upa Yoga，你就发现很通，你才发现什么呢？你平常里面是有些东西塞住的。哎，我想问一个，为什么当时候没有想要安嘎学完之后就下一个马上接Upa呢？哦，因为我练完安伽玛达那之后啊，你自己练过，它也有很多动作是关于关节的。哦，我觉得我已经学到一个进阶版了。所以Upa，我怎么看得起啊？原来是这样。你看我当时是一个多自大的人，现在有的时候也要装一下自大。那练完Upa之后呢，我发现让我的Surya Kriya更深入，因为它把里面打开了之后，里面的能量的流动等等的全部是舒服很多。我很明白了现在为什么这个是放在第一个练习上面。我们去教培的时候，因为第一个它是最简单的，基本上不会怎么做，你会做错，你跟着网上的去练呢，98%的人都会做错，但那个做错不会导致你身体出现偏差，你会练错，但练错不会带来危险，所以很安全。第一个，我们练之前要安全；第二个，它很简单，需要用的时间又少；第三个，它是一个很好的准备。因为其他的练习安伽玛达那、Surya Kriya、Yogasana太强了，能量网萨古鲁说过很多次了，其实，而这个跟我们市面上现在接触很多人修行的概念是相反的。
现在大家追求的都是高大上的东西，什么你要启动你的库纳尼里，你的能量怎么样往上升之前，但是萨古鲁说，你能量往上升之前，你足够平衡了没有？特别你一开始的人，我们不追求那些什么强大的能量那些东西，先追求稳定性，因为没有稳定、不平衡的情况下，帮你加速，你只会撞车而已。 Bringing balance to the system, first of all, is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yoga, the most basic forms of yoga. Whether it is, many of you doing probably the Nadi Vibhajan or Yoga Namaskar or Surya Namaskar or Surya Kriya, these are all basic forms of yoga. The first thing is to bring balance. Once there is balance, then you can build a tower on top of this. If there is no balance, whatever you build will only lead to more trouble. The more basic you are, the better it is. Anything standing up without balance is a big problem. So instead of trying to do this, that, so many things, first thing is to do something to bring balance. First step is just this. 它有个例子就是，你越平衡，你越有资格去掌控高的能量。有一个例子就是，你慢慢走的话，跌倒，你最多就擦伤一下；你自行车，你比走更快，你跌倒，那这个就更痛了。你开车了，你一撞可能车祸，就算你不死掉，你也会身体很大的问题出现。如果你开飞机，那你可能就会死掉。所以这个显示什么？你速度越快，就代表你的代价会越高。那你就要越有能力是平衡稳定的状态。否则，如果你没有这个平衡稳定，你最好去走路，你不要开车。你不稳定的时候，你不要开飞机啊。所以飞机师才要求你开飞之前8个小时、10多个小时不可以喝酒啊，要保持你的稳定性。那我们做一些提升能量的练习之前，有没有先让自己可以稳定，有这个稳定性？里面是不是塞住而是通的这些Upa Yoga？ 为什么我们每个月都想去开一个Upa Yoga的线上公修？有几个原因。第一，它简单，很多人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练伊耍。甚至你知道更好笑吗？有很多人认识萨古鲁，但有很多人是不知道原来萨古鲁有教瑜伽的。他们只是看 YouTube， 他们甚至没听过伊耍瑜伽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是很好的入门。任何人如果想开始练一下瑜伽的话，Upa Yoga 是首选。We must br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profound possibility of yoga. Yoga is a much subtler dimension. It needs to be handled in an extremely committed atmosphere, and you have to be precise in the way you approach it. Otherwise, what can fundamentally transform your life if it's mishandled, it can do certain things. It's like we can't think of living without electricity right now. It's making our lives in every way, so you love it so much, you go and stick your little finger into that hole in the wall, then it does something else. So anything that is capable of transforming our lives, we must understand, if something has the power to transform, it has the power to cause damage if mishandled. So instead of trying yoga, I would say, if somebody wants to rapidly learn something, there is a dimension of yoga which is called as Upa Yoga. That means it's pre-yoga or sub-yoga. The word Upa Yoga in vernacular languages in India has come to mean something useful now, but actually it means, Upa Yoga means sub-yoga or pre-yoga. So this pre-yoga, we are seeing how to make it popular. You are not looking for any spiritual possibility, you just want to physically be a little better, mentally little limbered up and this. For this we have a simple schedule of Upa Yoga. You can learn this in 3 minutes yoga you want to do, you can do. You want to do 6 minutes yoga, you can do. This is all Upa Yoga, this is not yoga. So, probably this is something that large segments of the world, even those people who are involved in yoga are not aware that there's another possibility of doing semi-yoga, something that gives you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benefits but doesn't touch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as yet.
After you feel physically, mentally well and you still see life is not fulfilled, then you can seek the spiritual process. So, one dimension of what we want to do for this thing is to make Upa Yoga popular. 第二个，它没有像其他主要的练习，那3个主要练习安格玛丹的苏约克维尔瑜伽体式要求这么严格的东西，可以线上去进行，那就更方便大家了。然后，因为它练的过程呢，你会出错，但你不会那个出错导致你有问题产生。那个，因为举了一个例子是，如果那个电是很大的能量，你要好好的利用它，你不会把手指插到那里，用错那个电就很糟糕的事情。所以那几个主要的练习可以提升我们的能量，变成另外一个层次，那我们就要更小心。与其练那些呢，之前可以练一些比较安全的，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让自己稳定了。之后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再练那些。看到很多人可能像我之前一样呢，忽略了乌帕尤格，很多人在练苏约克维尔、安伽玛丹娜这些，但没有很多人在练乌帕尤格。我觉得有必要去推广一下，很好的入门。而且就算你现在有练其他练习的话，你练完乌帕尤格，你再练，你试一下，你体验一下，会让你其他的一些练习更深入。我觉得这12天以来，我苏拉克亚和那个香巴维的进步，是我以前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那种速度。我突然一下子进步了超级多，更能觉察到自己的呼吸了。之前一直是用力的去呼吸的，要包括香巴维做完之后，每次做完就感觉有种重生的力量。原来香巴维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感觉了，就突然整个人通透了起来，包括今天整个人放松了超级多。我真的很感谢这个机会。Upa Yoga，我也是非常久没有做，我大概就是8年前有做，然后就像很多人听到的，就这个就是初期嘛。后来我就开始有去学习 SK 啦，然后 Yoga Asana，另外其他的，我就觉得那这个初期的就不用了嘛。可是这一次做，我才发现其实这个有更大的效果，至少我这一次感受得到。然后最重要，我觉得是配合呼吸的那个重点，有这次抓到。以前其实有做都是比较是把动作做好，可是配合呼吸以后真的差很多。这就是乌帕 Yoga。这次的乌帕 Yoga 的课程是设定12天的。如果不是12天，你想什么多少天？看好像要不就一个曼陀罗48天，要不就是21天。为什么？我开一个48天了，你参不参加？大家是初学者，你不要开始不要学到这么严重啦。一开始48天，这是入门的东西啊。有这些承诺的人，想精进的人是很好的，但很多人是需要一开始的时候需要支持的。一开始入门的初学的练习，你就要求人家48天。你愿意的话，我很愿意带；但你不愿意的话，难道我强迫你吗？48天，问他为什么不要3天4天？那不更简单？对，所有的练习啊，你不是练1天就变神仙啊，你要给自己身体一个时间去把这个练习带到你的系统里面呢。而且我这个Upa Yoga的早修呢，不是纯粹Upa Yoga，我是想一些想早起的人，给他们一个习惯可以早起。那我带你3、4天早起，你很简单啊。但是12天的话，我觉得才可以。就怎么说？如果我每个月开5天的，你来到你1个月里面有5天是早起的，那我开12天，你至少1个月有12天是早起的，然后另外有半个月有多，你可以偷懒没关系。我想慢慢的去带你们去习惯这个东西。3天的话太简单，21天的话太长，所以我拿个中尾数，大概15天。15天我想象一些初学者可能也会有压力，那我就把它缩到12天。但是如果只是1个礼拜，我又觉得那个太简单了。我想你来的时候，虽然这个是轻轻松松，但大家至少有一个想突破一下自己，超越自己一点点舒适圈的一个态度。所以7天我觉得太简单，12天。明白，我明白你给的爱。Upa Yoga， 我们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啊，练到7点钟，中间会带Upa Yoga， 因为大家在网上练，自己练的话没人看，很多细节会忽略掉，那个体验和那个效果就没有达到100%。
那与其大家要做，就做得精准一点。我会来上这个课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我有参加内在工程，那其实他有教这些瑜伽的课，有示范，但是我知道一定就是没有老师教，没有老师在帮你指导你错误的地方。就像刚才潘老师说的，就是你真的花了那个时间成本是很不值得的。我觉得机缘真的很好，因为我今天上完之后，礼拜六礼拜天我就要参加第7个步骤。我很谢谢潘老师，每天都说跟我讲华在你的脚，华在你的什么，我真的是其实是很期待老师说哇塞你又错了，到今天早上还在被纠正，你看12天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值得跟潘老师学习。第二个，我觉得英文的理解程度不够的话，我觉得也会对你有一些正确性，还是要有需要老师帮你再补充。还有我觉得自从上了这个课之后，我觉得我对时间的紧凑性我越来越重视。因为萨古鲁都讲说，你有没有去面对生命，而不是逃避生命。我真的很打动我自己，觉得说我以前很routine的很习惯了，就像今天早上他讲的说，你都很习惯的去做一些事情，那你认为你的成功是什么？那我自己也因为今天早上那个影片，我也一直思绪了我一整天，我说那我每天就是这样过生活，那我接下来人生应该怎么过呢？所以我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12天呢，也有一个时间去帮大家调整。那练完之后7点钟，大家上学了上学，上课了上课，上班了上班，睡觉了睡觉，你也会发现自己上学上课上班睡觉的品质都会大大增强。这个调整很重要。你们之前也是练乌派优格啊，带你们。对啊，这些瑜伽练习是真的好精细的。而且有一个之前参加我乌派优格的有一个，她是一个妈妈，你知道带小孩啊跟福仔去旅游，你知道多顽皮啊，一天24小时基本都要看着他们，怎么拿时间出来练瑜伽？只能够是他们起床前了。但我家里又要带着孩子，我没办法出远门啊，那只能够网上。所以他说哇，这个课程太好了，让我在孩子起床前又不用出门，练完了。早起之后的话，我现在是有时间送小孩上学，然后跟他一起吃早餐，就是多了一个陪伴的一个过程，我觉得非常的好。以前没有的吗？以前没有，都是家里的老人送。陪伴真的很重要。我现在我的小孩是10岁，我才突然之间感觉到早出晚归这种状态是这样的不好。有一个是经常去健身的，他说我不用出门了，平常我出门又要半个小时去洗澡，然后再去健身房去举重，现在平常开车到了之前我已经做完了。而且那个体验更棒，更平衡了，整个人很难说，大家自己去体验一下。没什么问题就下一个。那我下一个练的是Surya Shakti了，我学过的，但我没练过。2016年当年是第一次那个联合国把瑜伽定为世界瑜伽日，艺术当时在中国做了很多的推广，就把Surya Shakti定为免费课。那我当时在上海也去了，去体验过之后，因为一句话我就从此不练。因为有问到拜日式和Surya Kriya和Surya Shakti这3个练习有什么差别？萨古鲁说，无论你是拜日式还是Surya Shakti，都是来自Surya Kriya。Surya Kriya是那个最根本的练习。如果你想自己在灵性上面有大的突破的话，你要练Surya Kriya。如果你不是太担心你的灵性成长，你只是想你的身体健康一点的话呢，你就练Surya Shakti。他说Surya Shakti比较像是一种运动。那如果你想自己身体又好，又不要像Surya Kriya这么强的灵性的过程，但你又想有一点点的灵性，你就练拜日式。那我听完我当然不练Surya Shakti了，我是高级的人，我是一个勇猛精进的人呢，我怎么可能只是看我需要我的身体呢？当时一个傻瓜的态度的，又是我又当时是2016年啊，刚刚开始，我都没有看这些书，都没明白到你要做那些东西之前，先有一个稳定的身体很重要啊！而且当时我又没看到身体的意思不只是你的身体啊，是你的大脑和你的情绪和你的能量啊，这些全部加起来是你的身体啊！一直之后都没练Surya Shakti，又是到教培的时候才练了。这个是我一直偷懒的练习，因为我每次练
我都发现了又一个这里应该可以说了。我练Surya Kriya觉得够了，结果没想去内在工程，有些东西推我去了，参加了我上了顺眼冥想，然后Satyashraya Kriya觉得够了，没有学安感，结果学了又打开了一个门，觉得够了，没想学了，结果又被推去学瑜伽体式，又打开了一个门，觉得够了，没想去学了，结果又被迫去学Upa Yoga，又打开一个门，没想学了，又被推去学 Surya Shakti， 去练 Surya Shakti， 他又打开了一个门。那到底我们整个人生有多少个潜能，我们是不知道。原来每练一个练习，你都会发现有些东西自己是可以做得更好了。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我真的好累啊，够了。我把前面那些东西练习已经练好就够了。虽然Shakti我有练，但我没有试过把它推到极致。就萨古鲁说要练到108个循环，我试过一次之后，我就发现，算了，不要强迫自己这么多。很适合一些体质弱一点的人去练，对不对？比如说寒一点。对，他练完之后很热的。我们在教培的时候早上很冷，冷到要穿2-3件衣服，但我们可以脱光去练Surya Shakti，因为越练，你那个不是温度啊，你用温度去测的话你是没发烧的，但里面有个热能产生了，启动你内在的太阳，那个热能就让你又多了比那个跟安伽玛达那给你那个能量上的活力又是另外一个燃料来的，那两个加起来的话，你可以想象那个人变成多么变态的一个工作的状态、生活的状态，每时每刻的那个。所以通常需要 Kriya 跟 Shakti 会一起练，通常会一起练的。有什么让老师觉得印象深刻的吗？在 Shakti 里面？其实真的。这个练习我是很享受的，因为他要做108，你做着，不断重复，你会慢慢进入一个状态，是身体在很强烈在活动，在运作，你后面在睡觉一样。哇！做完之后，张开眼睛，回到这个世界，一整天你会发现很平静，但你外面可以很有活力的做事情，好像把那个状态延伸到一天里面。Surya Shakti， 不要看轻它，不要因为其实所有的练习都要练啊。这个例子等于我前一阵子跟我老婆去看一个电影，她说那个木村拓哉演的，他说他是米其林2星的大厨，他要考3星。那你知道米其林的餐厅跟普通餐厅是有什么差别吗？它不是只是看你食物的质素，它有很多参考的东西。你的食物呢，好不好吃呢？好不好看呢？好不好闻呢？你的装修呢？你的服务呢？你服务生呢？他穿成怎么样呢？他的笑容呢？他的表达能力呢？上菜的时间呢？一些菜的温度呢？餐具是用什么餐具呢？摆的好不好看呢？所有东西。而且是你的摆设啊，你的音乐啊，是一个整体啊。如果我们不从说生意的角度，而是说追求卓越、不断超越自己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一个在香港普通茶餐厅的人想追求卓越，他看那些米其林的餐厅，他每看到一样就会感觉打开了一个门Surya Kriya这样啊。原来还有安伽玛达那这样啊，Surya Shakti又这样，他发现每加一个自己的餐厅，就会又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又学一个，他的餐厅又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不知不觉，他一看，好像其他人都在这里了，而这个只是因为他打开了很多其他人不知道的门，这个就是我的感觉。你每练一个，你就发现。一个自己之前从来没探索过的领域，是原来可以提升的，然后你就跟着去练之后，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
自己可以做到很多其他人做不了的东西，然后其他人看着你自己呢，他会不明白你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些。所以我觉得任何有一个心想提升自己的人呢，你们要贪心一点，所有这些练习都要开始去练。先打开那个门，看一下自己的体验，就会知道啊，原来还有这个东西。否则你只以为那个餐厅便宜就好，你还可以屌那些人呢。在香港，说出来了，要什么？确定啦，你有這個有那個啦，依家翻佢一兩句嘅喎，佢頂多你一兩句咁啊，喐手啊，你收我計到我啊梗嘅呢啲，睇下喎。好了，各位啊，吃咩啊？对，没错。喝什么？咖啡，冷的热的啊。就是香港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来了之后包水饭，没错啊，奶茶。没有糖，那你呢？自己拿了。不过这个又跟其他的课题有关的，就是关于那个社会的那个节奏啊等等，这里就先不说了。所以就贪心一点哦。而且有一个感受，就是学每个练习会发现，其实 Shakti 给到我们的跟 Kriya 又不一样。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感觉身体欠缺了什么，我们就会有办法可以去选我们做什么练习。像比如说我在大理的时候，我觉得好冷。哎呀，難得我彈一陣。因为那里海拔很高，我每天起来都好冷。潘老师就会说：“你做 Shakti 没？去做个 Shakti， 突然那个热就回来。下一个感觉就剩5大元素了。对，下一个就是5大元素了。5大元素，我觉得又是一个颠倒的。我之前写了一个文章，有写过，大概我读一下了，我就特意拿了这本书，想读一下一段给大家听。5大元素，这个读之前，我想先说一段。我不找那个文章了，但是萨古鲁大概是说5大元素跟其他练习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无论练什么体式，无论练什么口语啊，你越练你会越强，但如果你不练一段时间，它会随着你的偷懒而减弱。但是5大元素就是只要你练的，它都不会消失那个作用，就是它会稳定的保持住那个好处，然后再练它会保持一直这样。它不会随着你不练而消失，所以以我这么想保证每天是一个好的状态的人，怎么可能不练呢？而且他没想到他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练习，12分钟之内他练完了一个5大元素的练习，所以又是很简单的。我现在每天都会练，但我这次来台湾忘了拿。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我推荐的话呢，那一定要练这个了，因为又简单，而且它可以持续那个好处不会往后退，然后时间又短。这里我读一段萨古鲁的书啊，耶利的书，他说他相信，相较于过去啊，有更多的女性经过他可以学到这个练习。他说5大元素的作用呢，会因为性别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传统的5大元素这个练习呢，一直都是男性为主的。在经过萨古鲁的调整之后，我们让这个可能性呢，男的女的都可以学了。为了确保啊，在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人会被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练习太强大了，萨古鲁要保证没有任何人会被这个练习排除。他说在这个时代是有必要的，换句话说就是这个练习太强了，确保每个人都可以练，因为过去只是男生可以练，现在女生都可以练了。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看一下5大元素的话，那就可以看一下耶利这本书的155页。但如果你看完之后只是头脑理解是不够的，如果你想真的体验呢，你就可以来找我学。那老师学完5大元素之后，自己的体验是什么？每天做咯，很平衡咯。而且我会对喝水啊、土地这些东西更有意识了。那如何把5大元素这个进化带到日常生活的每分每刻，你自己喝水也感觉到啊，光是一个喝水都不一样了。对。我没有这样喝过水。你们应该体验一下，很不一样的感觉。我感受到一份美好在里面。以前我喝水都是大爷
咯。对，你们应该尝试一下。我觉得有一份很美好的东西在里面，好像你跟这个水连接了，身体喝完的感觉是一份舒服，一个舒畅感，没有急，没有躁动，反而喝完有一份平静在里面。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要尝试一下，真的专心喝那个水。一杯水耶。对，我没有这样喝过，30年了，第一次。用萨古鲁教过你们啊？有吗？有。影片吗？我都说身体70%都是水，如果你身体里面的水变美好，你就会很美好。都说很多次，5大元素进化，叫我们更好的对待所有的元素。抱歉，萨古鲁。如果洗澡如何喝水？哎呀，抱歉，萨古鲁。所以这个之后再说了，我觉得有点想吃饭了，所以现在快点结尾。还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台湾的东西太好吃，我已经忍了一个上午，从没太阳到有太阳，到下雨，到现在又没太阳。萨米亚马老师是不是在上一？萨米亚马之后再说了 ，OK， 交配之后再说了。今天主要针对练习，针对大的练习，针对主要的练习。至于很多小的练习，小的练习不代表它是没用的练习啊，只是那个功夫啊那些要求，不有什么演瑜伽啊、风向呼吸法啊、美容瑜伽啊这些，之后再说了。我要吃饭了。那刚刚老师好像把所有课程讲差不多。OK， 那我就做一个结尾。刚才我们说完这些练习，顺序，那到底应该怎么练呢？那我的次序刚才就说过了。首先Surya Kriya，就撇除那些 Swatisthana Kriya 啊、内在工程啊那些，首先是Surya Kriya，然后什么？然后Angamadana，然后瑜伽体式，然后Surya Shakti，然后Upa Yoga，然后5大元素。这个是我的次序。但如果现在要我重新学的话，我不会以这个次序。会以什么？这个也是我会推荐的。首先，因为它是一个由外到内的过程，好像首先从物自身，然後再到你深入一點，然後再深入一點，然後深入一點的一個過程。根據俄國嘅戲劇理論大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嘅講法咧，應該係由外到內，再到翻外嘅。咁你而家再試下做一次。所以我首先如果現在要練呢，首先一定是 Upa Yoga， 簡單，需要的時間少，而且為未來下面一抽的那些練習打一個很好的基礎。第二個，我會學 Surya Kriya， 因為雖然Angamadana它都是一個把身體到達一個巔峰的狀態的練習，但是它很容易受傷，它很容易大家練得太猛。哎呀，日日做到冇停手啊，又冇嘢食落肚，又不停咁做家務，今次想唔瘦都幾難啊。結果受傷，結果練的過程不享受，就放棄。我覺得這個太過可惜了。好似幾精神喎！而家訪問下你先，你覺得呢個安家嘅福分點樣啊？幾好啊！同之前喺屋企自己做緊唔同先。自己做嘅時候，嗰啲位冇咁精準啊，啲動作對得冇咁精細，冇咁準，跟住啲用力咧就會掹緊晒，你可能有時候個膝頭會扯得太行就會緊咗啦，又或者係好似我條腰呢度，我唔識得放鬆，會一路緊。咁如果緊個頭咧，之前就會試過受傷，但係今次調整咗之後就係會舒服好多，兼且先會用到力。如果冇鬆開咧，佢就一路都用唔到，就變咗係單純呢度用力去掹起個人，所以會好以前嗰種攰同今日呢種攰唔一樣。今日呢種攰完之後，成個人會有翻啲能量，但係以前嗰種攰係會唔想做啦，做完一次唔想做第二次嗰種。仲有嘅係嗰個專注力會唔同咗啊！做嘅時候，因為一路要觀察住成個身體嘅平衡同埋個穩定度啦，所以成個人嘅就會集中晒喺度做呢樣嘢，唔會分神。以前冇呢啲集中嘅咩？以前唔會啊，以前做嘅時候。咁以前做喺度做咩啊？一陣中午食咩好咧？呢個就係咧，好多人練安家，甚至唔係淨係Angamadana、Surya Kriya同埋瑜伽體式都係嘅，練死咗個練習啊！
你唔係一個活嘅過程，日日去觀察去調整佢，你淨係知道嗰個要求係乜嘢，個腦入邊大概有嗰樣嘢就死做爛做，死咗啦，係咪啊？係啊，係咪啊？係啊。好啦，我哋做女神儀式啊。它是一個很強大的練習，但同時是需要更小心的關懷去進行。那同時，如果大部分同學平常沒有做很多運動的人，你練完 Upa Yoga 是一個很好的，但如果直接跳到 Angamadana， 我覺得會有點吃力。所以如果以入門者的角度我來推薦的話， Surya Kriya 會比較容易，大家可以比較容易學那些動作，不會這麼難，動作的難度不會那麼高，不會那麼容易受傷。因為我的角度，我首先是安全第一，我不管你什麼能量等等，你先安全給我練，保證那些練習做到位了，我們一步步再往深的去練，不要一下子就跳到最高的，這是我的做法。所以我會推薦 Surya Kriya， 然後我會推薦 Surya Shakti， 因為 Surya Kriya， 你練完 Upa Yoga 再練 Surya Kriya， 你會覺得很舒服，這個過程，學習過程一定要是舒服的，它可能是有一點點超出你的舒適圈，但只要保證是在一點點。所以練完 Surya Kriya， 你對動作很熟悉了，你再練 Surya Shakti， 那些動作基本都是一樣的，你會學得很簡單。而且 Surya Kriya 它是比較靜止的狀態， Surya Shakti 是需要多點身體的活動的狀態，但因為你之前有 Surya Kriya打好底了，你就可以挑戰一點點 Surya Shakti 了。而且 Surya Shakti 你不用一開始就108，可以根據你的情況自己調整那個循環，那過程就學得很舒服。還有一個為什麼我會推薦，首先 Surya Kriya 再 Surya Shakti， 而不是倒過來，是因為這是方便我自己。因為我通常是很少只是開 Surya Shakti 的，大部分同學都是對 Surya Kriya 有興趣，好像我以前一樣。那我通常會開的呢是給一些已經學過 Surya Kriya 的人的 Surya Shakti 課程，那就一節課2個小時就學完了，對你的那個過程會比較舒服，對我教學也比較舒服。然後我會推薦 Angamadana 了之後，因為經過 Upa Yoga、Surya Kriya、Surya Shakti 的時候，你再練 Angamadana 了，你對Ishvara的練習有一定的認知了。練習背後的態度有一定的認知，因為說過很多次，你做練習，你做多少不是最重要，你做多少個小時不是最重要，你怎麼做才是最重要。而很多人練Angamadana會帶着健身房的態度去練了，所有心態啊這些都是錯了。所以你練之前，我會讓你先經過前面這3步，你再練Angamadana，你比較不會這麼容易身體的層面和大腦的層面和態度的層面出錯，保證你可以真的接受到這個練習的好處。最後瑜伽體式，瑜伽體式和 Surya Kriya 是可以發展到最深入，由外到內最深入的一個練習。所以如果要真的品嘗到瑜伽體式的話，現在如果我要重新學，我就會按照這個步驟。否則你一開始就瑜伽體式，你只會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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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你一練就練Angamadana，就會練2天不練了，好累啊，或是受傷了。所以這是我給的步驟。然後還有什麼呢？5大元素呢？5大元素我是想最後說的。這個是那些動態練習的步驟。5大元素是比較特別的，它是可以插班的。你任何時候，我的建議是你馬上插班，在第一個。但如果你暫時，我還是想先看一下了。OK， 你先練 Upa Yoga， 然後你想好了也可以插班。我還是想學一下 Surya Kriya， 來，先學，你再插班。任何時候你覺得想體驗的時候，就把它插進來。我的話，從來我會先學5大元素了，因為它的好處是一直連續的。不過這個很多人可能會看清了這個練習，因為太簡單了。你過程你不會用力，你只是很簡單的在做一些東西，你沒想過它會帶來這麼大的好處。我一直很小心。其實我在5大元素在教培的時候教的時候有一個很大的
第3次爆炸。If you know how to keep these 5 elements within yourself, then there is nothing more to life in terms of health, well-being, perception, knowing, everything, enlightenment. 但我一直不想说出来，因为说神话故事一样，或是说了大家会记得我的那些体验，要影响大家学习，所以我不说。只是说这是很好的练习，大家一定要练哦。而且，是不是经过前面的乌爬、Surya Kriya 这样练习之后，也会更了解伊莎瑜伽的心态，怎么做的心态，会有更好的接受性。因为我记得你要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真话。不会。哦。你这样说会得罪人呢。我不用你当例子，对吧？你上课的时候，我们会每个老师都会提这些心态上的东西，这是规定的，规定我们要提1句。那如果那些学生只需要1句的话，那就好了。我说完了。那老师会不会建议？刚老师说舞蹈元素是你想插班就插班，因为在我上过舞蹈元素，好像是一个正式的开启，所以老师有没有建议最好什么时候自己处于什么状态之下？你的接受到很大。OK。好像前几天在 YouTube 我们视频下面有个留言说，老师你可不可以讲解一下内在工程 Step 7？ 他萨古鲁说会帮大家开启一个过程，有一个能量。他说他很害怕，他还没开始，因为他怕如果那个能量上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会怎么掌控那个能量等等。如果觉得你是处于这种状态的话，就不要学了。OK， 就是有一份害怕、担心在里面。对，那你就先慢慢害怕、担心一阵子。明白。因为我也不想说服你啊，这个你好棒啊！每个人成长都是有他的步伐，有他的时间。我不想强迫任何人，我只是把我感受到的，大家自己去感觉。如果你们觉得自己是时候了，那就来。哎呀，我很怕，怎么办啊？先纠结一下。没问题啦。所以今天就介绍了几个最主要的和那个次序。最后我的建议就是，好好的利用这些工具去提升自己。这里送给大家一句萨古说的话，我一直还是记住。他说，无论你是任何行业，只要你有练这些练习的人，你都会成为那个行业里面最出类拔萃的人，因为你懂得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门。所以我现在很饿了，但我还是觉得有些东西要说什么。想我说什么？这个要说了。为什么要拍这个视频？有很大原因是去捉破一些美梦。不要以为只是看萨古鲁的视频就够了，不要以为只是看萨古鲁的书就够，要开始练习了。拍了3个视频之后，我发现有很多加入我们社群的朋友，我会设一个问题，我会问他们有开始练萨古鲁教的瑜伽了吗？很多答案都是没有啊。那他们做什么？对萨古鲁有兴趣咯，看萨古鲁的视频咯，看萨古鲁的书咯，这是好的，但这是不够的。萨古鲁在一个视频里面有一个同学也问过他这个问题，我把你所有的视频都看过了，够了吗？萨古鲁就问他就回问他，你去餐厅吃饭，你看完菜牌够了吗？你知道萨古鲁是很狡猾的，但是他也坦诚自己的狡猾。他说，其实这些在 YouTube 所有的视频，只是一个想引起你们的兴趣，开始练习。因为无论你看多少书，多少的视频，有一些体验不是你头脑理解就可以得到的。YouTube videos are titillation, just to tickle you a little bit. Because the world is not in a condition of sensitivity to life, where they would naturally see the need to look for something profound. So the menu has to be really long for them to choose. There are a certain kind of people. What kind of people are they? Somebody is a coffee person, somebody is a tea person, somebody is a suku coffee person. Like this, somebody is this person, that person. I'm saying
people have taken to variety of things. So we are writing about coffee also, about tea also, about headache also, about mysticism also, about spiritual process also, about death also, about life also, because it takes such a long menu today to get everybody's attention. So you read the menu and you think you're nourished, that'll be sad. 而且我因为有一段时间经常看萨古鲁的视频，我很明白一个感觉，就是当我自己内心有一些东西想不明白，我找萨古鲁的视频看，他会把我看到很明白，问题好像解决了，因为我想明白了。但这是一个错觉，我好幸运，就是我不是先认识萨古鲁，看他的视频，然后才练瑜伽，我是先练了瑜伽，然后才大量的看萨古鲁的视频。如果我倒过来的是可能看了大量萨古鲁的视频，中间没有开始的话，我可能就卡了在一点，就是每当有想不明白，看视频想通了，过了没了，那下次有问题的话，再找一个视频看，想明白了，过了又没了。但其实那些只是彩排，开始这些练习是有必要的。那至于你要每天练多少个小时呢？萨古鲁真的太仁慈了，你有45分钟，我们有45分钟的练习，太长了，45分钟，我们有半个小时的，半个小时好像也很长，15分钟我们也有，15分钟啊没时间，5分钟也有，所以我看到很大的慈悲在后面。因为他根据现代人的这个生活的模式，我们提供了这些练习给大家。那先开始，不要停在这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有很多练习可以教你。但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时间，就看自己有多少时间。就算你只有3分钟，我们也从3分钟先开始。比起只是看菜单、看书，你会感谢你自己，因为你真的往前走一步，你会体验到的。一旦你开始，你就会体验到。我相信有很多，如果有机会看到这个视频，也在练萨古鲁教的瑜伽的人，也会同意我一句话：还没开始练，觉得没什么；一旦开始练，停不下来。非常同意，成为了你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从来没洗过澡的人，他是不会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会每天洗澡，他是不知道自己有多臭。你呀、你是不会明白一些洗完澡的人的那种舒服的程度。所以拍这个视频让大家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些主要的练习是怎样，和希望一些有兴趣但不知道从哪里的开始的同学有一点眉目，知道应该怎么开始。有一个概念我说过很多次了，但我不厌其烦的再说。相信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都有自己的梦想，但去追寻这些梦想之前，很有必要是透过这些工具提升到自己可以应付到这些梦想的状态。否则你想做的事情越大，你会遇到的困难就会越多。但如果你没准备好自己，这个过程就会非常折磨。用这些练习来先巩固好自己，再进入这个世界，你会发现自己走得很顺。人生不应该只是吃力啊、用力啊、卖力啊、紧张啊、忧虑啊这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很好玩的。今天我觉得就可以说到这里了。那下次我们看还有什么，还有很多东西要补充咯。什么样嘛？教培啊，或是静修营啊，我觉得就差不多了。下次就可以补充那些东西啊。再提醒一句，如果有学过这些练习的同学呢，而且特别是那些每天有练的人，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找时间去复训，去调整自己的练习，因为这些练习太过多细节。往往我们一开始学只是学了一个框架、一些动作，但很多细节需要慢慢调，到最后你会越调，你会发现自己做得越舒服，随之而来就是你的体验会变得越来越深入。手指一点点的角度都会影响很多，千万不要好像我教培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犯了那个错误，墨西哥人练了8年苏亚科维亚，我所有练习都懂了，我都学会了，我都有复训，我不用去了。来到教培才发现自己错了7年，然后他说早知道就去复训了，否则我就不用每天练错了。所以说，特别如果是那些有每天练的同学，既然你每天练了，时间都花了，就把它最大的效益化，
不要这么笨，一直在练错。我觉得这个也好重要，在我的体验里面，我上完课啦，我都记得该怎么做的所有步骤，但后面有一次机缘，才知道原来我的练习有这么多的细节我没注意到，调了一下之后，让我的练习又更上一个层次的感觉。我当时录了你的感想啊，直接放上来就好。这样做安嘎跟之前你那样做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刚才听的这样做爱不一样，以前硬来，以前真的是只想要做快标准，好像一下子要到100分。以前做的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察觉能力，为做而做。对，为做而做。然后这一次是老师带的，快要回到以前状态的时候，老师发现，他又把我拉回来，要我去察觉，就会看到哦，原来我的关节、我的胯，甚至我的肩膀都会有，原来是绷着的去做的，以前都不知道，没看过这些东西。然后现在做完之后，坐下来，闭上眼睛，那个会自己笑，不是我要笑，是会真的会有一个想要舒服的，然后整个身体沉下来。以前做完身体还是绷住的，然后身体还是有一个急。哦，做完了，好，我下一个要做什么，我就又去了。然后这一次做完就是有种休息放松，但有个很神奇的感觉哦。这个状态下面，虽然说慢和舒服，但是会有一个好像身体才是真的变成你的工具，我的工具的感觉。好像这一刻我要他去做什么，只会有那个好难形容的感觉。这个想做很多，而且你有看到我们现在做完之后，眼睛自然而然变得很大。练习变成个例行公事了，每天要练很大压力。但其实我们要学会这些练习如何可以变成一种享受。以前没有，对，以前没有。那你怎么谢谢我？又以身相许吗？吃大餐，吃大餐。你帮我说一下了，我拖一下了。你说一下你当时那个安嘎的那个，因为后来我去到潘老师身边生活一段时间，把那个头放到这边过来，又近又近。好，我休息一下，睡觉。因为我学习的次序一开始跟潘老师一样，学 Surya Kriya 跟安嘎。那我是后来有一次呢，去到潘老师身边，我早上做了安嘎，潘老师就看到我做，他就突然问我说，当我做完的时候，他就跑来问我说，你是不是很急着想把这个练习做完？我说你怎么知道啊？然后潘老师就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又问我说，你是不是在做这些练习的时候很想一次做到位，做到完美？我说你怎么又知道啊？然后他就说很明显，因为他说他看到我做练习的过程，感受到我全身是很绷紧的，很紧张的，然后很用力。第二个就是我很急啊，很多的姿势，因为这些练习很重要啊。他们说是可能一个小拇指的动作不一样呢，都会导致这个练习产生不一样的结果。我不知道这么细，我当时候第一次听到。好吧，那就帮你调一下，就带着我练。我记得那一天早上我就练了安嘎，后面的体验是就我平常的练完安嘎体验没什么特别。后面潘老师带着我调整之后再做一次安嘎，而且还只是站姿哦。我早上练的是全套，潘老师说站姿就 OK 了，结果就按照潘老师的指令做完之后，我坐在那里，我记得那天我坐在那里，我不想动，我完全不想动，因为我觉得好舒服。然后我做到是潘老师要我说好了，慢慢睁开眼，我说慢慢睁开眼。潘老师问我说什么感觉？那什么感觉我就放出来了。是我当时有说吗？有。大家看一下影片。你要不你说一遍呢？我觉得你这个样子很好笑。当时是我从来没有做完伊莎瑜伽之后有这样的感受，里面非常非常的舒服，我会打喷嚏，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非常的自在，有一份很大的放松到是我不想动。就如果大家练完之后发现自己整个人绷住啊，或是很不放松、很紧啊，一定是练错了。没错，那个时候我之前在我的片里面有说过，我好像是一个很没有天分的，学任何东西都很慢的。我后面才发现，不是我没天分，不是我没有那个能力可以体验到这个练习带来的好处，而是我一直以来都做错了。然后我才看到原来复习课这么重要。我以前就很看轻这个复习课，我就觉得复习课干嘛？因为我都记得了。
所有的练习步骤我都明白，所有的指令要求我全部都明白。我去这个跟你这个怎么说，其实是很两难的。如果我们作为老师啊，学生来到，如果一班有10多个人，我复习课我可以帮你们复习，会变好，但不够那个深入啊。因为每个人真的要说，怎么说啊？个体性吗？因为个体性不同啊，需要每个人精细的去调，所以我的呼吸课没办法一次过收很多人。你收的人越多，可以说的就是很大范围的东西，没办法照顾到每个人很多的细节，所以人数一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才可以做到像我教你那个。如果我开课教你，我哪可以说那么多东西啊？对，没错，好仔细的，所以我看到复习课的价值就在这里，也是分享给大家。当时我也是一直来都太自大，看清这个复习课。这个 OK， 我退场了。OK， 退场。因为当时我们复训的时候是尴尬，动作是很多的。如果是一开始的话，是不是建议从乌爬开始，先把乌爬每个动作练到最大的效益，会更容易？如果你连乌爬都没做到精准的话，你怎么练安格玛丹娜？对，所以为什么放苏亚可维亚在前面呢？希望透过这个视频，让一些想开始但不知道怎样次序最好哪里开始的人有一个脉络了。最后的建议就是，不要只是看菜单，要开始从哪里开始呢？最简单的开始，可以参加我们每个月线上乌帕瑜伽的共修，每天早上6点到7点，把这个瑜伽习惯用阻力最少的情况下开始了。你又不用来，又不用出门，又不用这么多时间的空腹，而且又可以培养早起的习惯。而且一个人练很难的，有一个同学跟我说，练了好久乌帕，但最近好像身体有点累，不是那个心有点累，好像一直在孤军作战一样。你可以支持多久？所以为什么要共修呢？看到每一个同学一起在努力，你的动力会大很多。我们希望有一个这样的社群的氛围，让大家不是孤军作战的那样去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孤军作战的，大部分都需要支持的。因为我自己有练 SK 跟三八维，但是那时候心里面有觉得说，我好像有一些基础的东西是不会的，想说要跟老师在学习，那我就赶快缴钱了之后，我就会努力上课。那其实我每天的练习都其实会有一个惰性在，有时候都会想说，我是不是今天休息不要做之类的，都是想偷懒。可是我的某一个我好像就觉得我不能偷懒，我就是要做。那现在这12天来，我自己感觉就是我是习惯每天早起的人，所以早上起来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我有感觉说，大概到第5、6天之后，我的整个精神状态是比我以往还要再更好。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可以去意识到我的呼吸，因为老师在讲解左右脉的呼吸瑜伽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一部分会比较有感觉，因为我以前在紧张或是忙碌的时候，我会闭气。我现在有发现，虽然我一样是很忙，或者是我也处在一个比较焦虑的状态，但是我已经不会闭气了，我呼吸度是顺畅的，对我的整个当下的状态跟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好像是会有所帮助的，让我更顺利一点，这是我的感觉。然后今天上最后一天的课程，我在做核实理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前几天其实是没有，我做的满身大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整个能量都上来了，因为我以前是脊椎侧弯的人，初期学我也看着免费的 YouTube 影片，我有练习过一段时间，核实理对我的脊椎是有帮助的。那这一次我在做这个核实理，我有真的很明显感觉到说，我脊椎侧弯的问题好像解决了90%了。我过去在做蹲姿的时候，手伸出去的那个动作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感觉我的尾椎骨是不舒服的。但是这一阵子我在这12天做下来，我有发现说我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而且也比较不会再腰酸了，这是我的感觉。很开心听到你这句侧弯有改善这么多啊。对，我有感觉我的脊椎真的是有调整好。那脊椎调整好，对我整个身体的整个运作状况是有非常大的改善，包括我的循环。那因为你如果身体堵到的时候，其实它也会去影响我的情绪。那经过的这样子的调整，这一次的12天，我感觉我可以去体会到说，我学这个瑜伽真的是让我身体慢慢的变好，整个心情啊、精神啊各方面都改变了。谢谢大家。希望这个公休可以带给大家一个支持，让大家阻力最少、最轻松的养起这个习惯，就是把瑜伽带进生活，把早起带进生活了。所以每个月误跑瑜伽公休，然后有其他问题的呢，可以加我们的免费社群，里面会有其他资讯，和我们每个礼拜四每个礼拜四晚上9点钟会有直播，就说如何把萨古鲁的智慧用到生活里面呢？为什么这么多一九老师？而且这个社群有一个好处是，我一直强调，我教的不是瑜伽，萨古鲁教的也是不是瑜伽，这些只是工具。社群的目标不是放在这些练习上面，而是放在如何透过应用这些练习，让我们的生活更好。你想不想成为一个更有活力的爸爸，或是妈妈？断绝力更好的老板？你的洞察力，你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个是作为一个企业的人必须的东西。你是一个创业者，你有没有很足够的硬力和那个状态去面对很多的挑战等等？我是针对这些，如何把瑜伽的工具应用到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好。你知道吗？我相信你也看过，有很多人练得要闭世，练得要离开这个世界。哎，你还是年轻人啊，20多岁啊，你练这些练习，你练到好像要脱离这个世界了，除非你真的很有这个意愿，这是一回事。但我看到是另外一回事，这个之后再说。那如果要学到这些练习的话，去哪里学好呢？你到哪里学都行，看你在哪里啊。你反正每个城市都有我们学校毕业的老师在啊，但你最好当然是找我学啦。为什么？因为我也要挣钱啊，我大佬啊，2个小孩子，一个老婆要养，我拍这些视频又没收你们钱，你们当然要支持一下我了。所以呢，我经常去台湾，我经常到尼泊尔、去大理，在香港，我在这些地方的时候呢，我会在社群里面说我在哪里，拜托在那里的同学呢就找我上课就好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潘老师是一个很你过来说啊，我就可以弄你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不是一个喜欢待在一个点很久的人，很闷的。如果待在现在我的人生的方向就是我待在一个地方，无论那个地方多漂亮多好，有多少美女啊，那个吃饭多好吃啊，我都会觉得闷了。我很想走来走去，在不同的地方去探索了。就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其他瑜伽老师可能大部分都是我定在一个地方，然后你们要来找我学，可能你们现在我是你们的奴隶了，我来找你们了，找你们。所以就是这样的，我会去很多不同的城市，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台湾，特别是台湾，哇，这个之后要不要拍一集是关于台湾的？我觉得可以。就我很多地方都没去过，现在我在鹿港，应该之后也会计划到台湾很多不同的地方去游一圈，看有没有机会带上福仔和程程和我老婆。那到时去到的时候呢，欢迎大家找我上课学这些练习。如果你们学过，想找我复训去精调你的练习呢，都可以找我。最好你们有地方可以提供我住就最好了。那有地方提供给我的那个上课就最好了，我就不用管这么东西。因为人生路不熟，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找场地去教学。然后我们上完课之后呢，就去哪里啊？生活啊，瑜伽要带到生活里。我们学完这些呢，就看有没有缘分，我们就一起去玩一下了。因为我觉得瑜伽最后要回归到生活。对。युगाना
咧。拯救河流运动是萨古鲁提出的一个拯救河流的运动。那为了支持这个运动，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地方来支持这个运动。阿斌，要用肩膀来走路啊！对啦。會肚餓，但未懂得怎講。深宵裏會暗得不見我，會有病額上滿是熱汗，奔跑會跌痛哭濕眼角，會有功課習作似負荷。班裏百厭生氣壓過，有老師責罵與憤怒透露，你看他嘴巴又在一直笑。心火會燙，但別太過泄氣驚慌。總有星過，夜幕再暗也有星光，在天空有將我，越是漆黑。越覺得星宿晴朗，還難教你更覺得快樂難忘。邊個小朋友曳唔瞓覺啊？你準備好未啊？出嚟啦！靚唔靚啊？活在瘋癲社會心更燙，但別太過泄氣驚慌。總有星光，夜幕再暗也有星光，在天空有將我，越是漆黑。喺個地下度掹出嚟嘅蘿蔔可以生食。挫折是我一直以抵抗，挫折使你發覺歡笑永在旁。福仔，你再唱多次。我偷偷學，我偷偷步。但別太過泄氣驚慌。算啦，入咗去房。夜幕再暗也有星光，在天空有將我，越是漆黑越覺得星宿晴朗，還難教你更覺得快樂難忘。出根烟，好長的哦。嚇死了！喂，哎呦，我早看到了，我嚇到你。媽媽係咪要食鼻屎啊？要，媽媽要食鼻屎。他說最喜歡我們比起薯條的話。哎呦，大哥。好唔好睇啊？好睇。
那今天就到这里，那就这样了。哎，最后要表演一个事情哦。很多人会以为啊，一耍的瑜伽老师都不示范，只是坐在那里。大家要试一下，你有没有一个能力可以坐在这里不动，身体还是舒服的，还可以继续说。然后到你要起来的时候，哎呀，你是还可以走路的。你拍我，你拍我，用相机拿着，不会脚麻的吗？拿着，我跑步咯。等一下，等一下，我还可以跑哎！哎呀，裤子，我还可以跑哎！所以这是瑜伽带给我们的好处了，可以让身体可以面对各种的挑战。好了，说完了，拜拜。好，哇。